开车横穿北美10000公里，到底要花多长时间？你这是开了氮气加速吗？现在整个进度你是拖油瓶，你是短板。79年的老奔驰对25年的特斯拉，优势在我。闹，非买内。我被带上警车了。你们怎么还是阴魂不散呢？怎么说呢？活儿真好。本期今日之旅，我们来到了美国最南端，这里气候温暖，风景宜人。而我们的目的地要横穿整个美国本土，进入加拿大无人区，最终到达美国最北的领土阿拉斯加。这段路程正好10000公里。1万公里啊？真的吗？那咱这天吃啥呀？我们将轮班开车，人歇车不歇，走完这10000公里。而我们预计的时间是，哥，200个小时，这车真能行吗？就好好设计个把手不行吗？这个男人现在是他刚开始开车3分钟的样子。我跟你说，这一路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吧。我绝对不是吹牛，这台代号 W16的奔驰300 SD 在70年代那绝对是人类文明的天花板级作品，比大家熟悉的 W140虎头奔 S 级还要早上整整2代车型。与当时主流搭载 V8、V12汽油机的豪华轿车不同，我们这台47岁的老车只搭载了一台 3.0T 直列5缸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而且它竟然是柴油的。俺也一样。不过和今天动不动爱坏凸轮轴、正时链条啊、油泵直拔浮轻稳、电子水泵进气气管的奔驰不同，这台300 SD 是全球公认的皮实耐用。据说它那台柴油机100万公里不大修都只是常规操作，不坏就行，主要也没什么可坏的。更恐怖的是，这么一台28万公里的老爷车，在美国只花了我5800美元。没听错，比旁边那台车的 FSD 买断费还要便宜。这1万公里，你是打算全程用 FSD 对吗？那当然了，都上了这个 Cybertruck 了。毕竟这才是现代汽车的完全体，这方向盘啊只是个摆设，大脑在云端思考。所以这次呢，我们决定干一件特别离谱的事儿，只给它设一个目的地阿拉斯加。至于怎么走，在哪儿充电，什么时候拐弯，我们就全都不管了，可以开始睡觉了。这芯片、摄像头、算法和 AI 的结合，怎么说都比这铁机械和肉脑袋的组合更靠谱吧？说的真好，将来 AI 统治世界时，我能饶你一命。那究竟是你买了车，还是车买了你？是车和 FSD 都服务于我。你已经变成了 FSD 的奴隶了，不可理喻。你个车已经开始冒黑烟了，老汉。刘一手，你觉得这200小时1万公里竞速比拼的是什么呀？当然是可靠性了呀。知道还有一个词儿叫鲁棒性吗？你小时候玩过尿尿去呲蚂蚁窝吧？不好意思，真没玩过，我这个非常有功德。你尿尿的时候呲蚂蚁窝，被蚂蚁窝见过，你尿尿反呲不烂，这个叫可靠性。这个鲁棒性是什么呢？就是即便你把蚂蚁窝呲塌了，蚂蚁窝蚂蚁的社群就能正常运行，这个叫可靠性。这个系统即便遇到了很大的外力冲击，稍微修一修还能照常开，但你那台只要坏了，肯定100%趴窝。要坏了，它不就没事了吗？听起来你们一直在讨论小便，需要我为您导航最近的公共厕所吗？各位观众要记住这段对话，在之后的190多个小时里，它将会被反复的验证和辨识。
车老汉这个乌鸦嘴啊！就在刘一手还在继续吹嘘他那台不锈钢盒子的时候，这个 FSD 啊，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你这 FSD 差点杀死我，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了，我赶紧补了脚油膜。理论来说，他刚才那一段4轮直接都爆死。冒白烟挺，说实话，冒白烟真太帅了。这俩幸灾乐祸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台79年的老奔驰虽然贵为 S 级，但不仅没有 ESP， 甚至连 ABS 都没有，遇到急刹只能全凭风琴脚法。而且被 Cybertruck 这么一顿惊吓过后，这台老奔驰似乎有点应激了。这1万公里还没走多远，我发现我的里程表挂了。哎，你瞅瞅，我这刚说完，它不坏，它不就没事了吗？正好我们也走到这高速公路 ，FSD 是一点没给这老奔驰留面子呀。目标第一个超充站，一脚电门，再见林内。我眼睁睁地看着一台银色的大皮卡，以一个我完全达不到的速度从我面前超了过去。我们唯一还能取得优势的地方，就在于它需要频繁地去充电，但是这个差距我们真的能补回来吗？正好补一口。让他们继续充电吧，注意表情管理。你们慢慢充电吧。我们先走了，再见。我一会儿就能撵上你。有品位的人都会买正经的汽油车，谁会买那个银色的插电版？这也不是汽油车呀，哥。啊？你这也不是汽油车。哦，不好意思，我是柴油。不知道该夸特斯拉这超充快呀，还是这老奔驰太拉了。我们这也就刚充完电，一脚电门，这又赶上他们了。这个老汉，我在美国高速遇到一辆非常复古的奔驰300SD。我想这辆车你一定喜欢。我开这么快的速度，他们竟然都能追上来。这是 FSD 开的吗？这 FSD 超速30%以上，拘留 FSD。哎，这指控可在美国很严重啊！我得替马斯克澄清一下，这 FSD 啊，完全是在跟随车流整体的这个车速在前进。在美国啊，这种情况是完全合法的。反观车老汉，你觉得真的开得很快吗？我们开不了更快了，我感觉我现在就是高速公路上的移动路障。哥，这车快散架了。话说回来，我之前的言论呢，还是有一点保守。这个 FSD 有点香啊。我要失聪了。Cybertruck 第3次充电，在 Cybertruck 经历了3次进站补能后，我们这台老奔驰终于做到了出发后的第1口柴油。我不知道，里程表挂了，然后加了13加仑，我半箱。此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台老旧燃油车竟然又默默超过了正在充电的 Cybertruck， 这不禁让我们有感而发。如果这47年来，但凡有任何一任车主没有像我们一样喜欢它、爱护它，现在它可能已经变成那种东西了。在美国能买这么一台奔驰 S 级的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还在不在世？这47年来，他有多少任主人？
它这些主人都跟它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为这台车带来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对于我来讲，和一台老车它能承载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情感。I'm going there. 现在出发12个小时，12个半小时。Cybertruck 应该在我们后面53英里。目前看我们遥遥领先。没想到吧？现在还是第一天，我们现在开了不到1000公里。特斯拉完全治好了我的续航焦虑，它所有的对于自己的续航以及对于整个充电的规划都非常的合理和高效啊，它肯定能到了之后我肯定能充。Guess where we are going? Take a guess. California? Nah. Canada. Even further. Greenland?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就在我们赶着夜路向格陵兰奔袭，本以为会继续遥遥领先的时候，明天的太阳和意外，终究还是后者先来了。听的不对啊！哦，爆胎了，可能爆胎了。得亏是新换的备胎。本来我们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爆胎，但是当我们看到换下来的轮胎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内侧钢丝都出来了，才1天就这样。很多人以为爆胎一定是扎钉子，但是很遗憾，这次的问题更麻烦，在底盘的前束角。那正常情况下，从上往下看，车的2个前轮会被设计成轻微的内八，这样车在行驶过程中受到路面的阻力和悬挂形变后，轮胎刚好能保持平行，车也更稳定。但是啊，这台老奔驰年久失修，已经变成了外八，轮胎内侧就会在地上一直被拖着走，而且这外倾角也肉眼可见的不对。你看这前轮几乎就是斜着在跑，内侧肯定已经非常严重了。那时间一长，橡胶磨完，里面的钢丝就会磨出来，最后就直接就爆胎了。不能继续这么走了，赶紧就近找地方做4轮定位吧，不然还得爆。快上车，继续赶时间。现在咱们跟奔驰的时间差已经差了将近1个半小时。目前来说，我感觉咱们这个效率有点慢啊。其实还行，刚刚啊，我从小道消息得知，他们那个车呢动力出了点问题，所以接下来咱们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反超的时刻。我们现在是21个小时，不到24小时干了1400公里。再看一下左前胎，左前胎还没换呢，非常明显，看得到吗？就那样。哦，钢圈都出来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等一个修理店开门，然后看看它有没有，比如4轮定位机。我们也不求说这个数据做的有多完美，我们现在只需要把这个车的前束从外八恢复到可能有一个小几分就可以啊，大概这个样子。哎，我有问题啊，这轮胎磨成这样了2个轮胎，右左前轮还换吗？肯定换，一夜猛猛干，拉出来的100多公里的优势，马上就将在这2个小时以内荡然无存。怎么停下了？为了等你们呀！对呀，你们太慢了。你们走呗，没事。哎，不是说龟兔赛跑吗？怎么我们变成兔子了呢？是啊，这谁说不是？看完我早就说过，这不坏不就行了吗？1个半小时的路程差距瞬间扭转反超，如此值得普天同庆的超越，不得高歌热舞一曲？特地为你们送来了移民时的祝福。你不快乐吗？
天生就不爱笑吗？走了，充电去了。帮我们扔下垃圾了，谢谢。你们车就垃圾桶，还把垃圾给我们？一夜的意外和嘲讽，明天的太阳终于升起，修理店也开门了。里面的不让进，施工区。现在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前台2个车都换好了，但是现在这块美国人比较死板，他们找不到这台车的4轮定位是为什么不会做。另外一家也不做是吧？都不做，我现在要找一个平衡地方。真是活人被尿憋死，一台4轮定位机就在我们眼前。不过没办法了，出门在外只能靠自己，那就来吧，我们自己拉线定位。这数据线，但这条数据线呢，是我们做拉线4轮定位的重要道具。无聊吗？砸吧，使劲砸！里面有铜芯儿，不易横向的形状。砸吧！无聊啊，这太无聊了。80，不锈40，能够很好的测算出来距离。等于是乘坐车。拿使劲砸！使点砸吧！能有多少年了？拿这个做拉线定位是非常完美的。好，上电机。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初心。自驾游是为什么？是为了欣赏沿途的风景。我们现在欣赏了吗？只是树变化了。都怪车老汉他们，天天就知道竞速啊，就催。催半天，竞速半天，这不还在咱们后边吗？对啊，咱们现在这不遥遥领先吗？那不如下一个城市到哪儿？好像是到达拉斯吧，德克萨斯达拉斯。达拉斯，小玩一下吧。嘿 ，Grog， 那个达拉斯都有什么好玩的呀？达拉斯的牛仔小镇 Fort Worth Stockyards 超好玩，那儿是经典西部牛仔风。早上看牛群游行，中午吃烤肉，下午逛酒吧看枪手表演，晚上还有 rodeo 牛仔竞技，超级刺激。走起！我们足足浪费了3个小时。没有关系，我们会追回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3个小时发生了什么。我们找了一块平地，自己想办法把转向拉杆和转向球头弄松，然后用钳子把它往左掰了一下。正常情况来讲，我们这种外八要做前束，需要把2个前轮同时往里掰。但是我们现场条件呢实在是太寒酸了，加上又赶时间，只能调一侧的。于是我们就把这个能调的轮的角度掰得更大了一些，中和一下那边调不了的轮。哎，你看这样是不是也做了一个前束啊？前轮完全不打架了，现在特别顺，方向走得直直的。这是鲁棒定律验证的时候了。它不仅仅是可靠性，它是纯机械带来的魅力。但是其实这件事是有代价的，就是我现在的方向盘是歪的，而且歪得很厉害。哇，哥，现在我是非常有欲望会主动的超速的可能。我这辈子没有开过这么难开的车，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因为这个车不走直道。这个跟昨天简直不是跟昨天了，跟早上来的时候都不是一款车了。整个信心啊、支撑啊非常的好。老奔驰重获新生，我们也开始享受这趟龟兔赛跑。虽然现在暂时还是王八落后，我们也有手段能让那只兔子不那么好。这是你切的歌？不是啊，车机抽风了。嗨 ，Grog， 你能别抽风了吗？没抽光，一切正常。座椅加热你开的？没开啊，我手都没动啊。空调突然变成最低了啊！他们在听的歌。我刚才突然发现，我有一台手机上面绑了特斯拉这个账号。座椅加热又开了。
年轻人不要老开座椅图，容易窜稀。我来帮他们把声音调大一点。我导航还改了。佛罗里达再次欢迎你。哦，我知道了，肯定是被远程控制了。是他们吗？哎呦，我还调回来，我这座椅子都着火了，这让他们找着小游戏了。感谢这半个世纪人类电子工业的进步啊，这种小游戏还是单方面的打击，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制手段。凭啥不让我听啊？毕竟我们这台车全车晶体管的数量可能还不如他们一个车窗按键里的多。哎，您那面玩黑客攻防战，我这边连开机键都没按。又进城了，是咱们这2天头一回见着高楼大厦呀。我觉得整体 FSD 这1天多试用下来还是非常的可靠的，和咱们国内的第一梯队体验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唯一一点让我感觉区别比较大的就是，它会在提升自己通行效率的同时，关注到其他车辆的通行效率。除了这个在调到最迅捷和最极速的模式情况下，它的整个策略会有点激进，整体上来说几乎没有出现决策的操作的误判。我这 FSD 差点杀死我！行了，走吧，走。这是夜访牛仔小镇。能感觉到他们都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真挺好的。走啊！他也是。那有一个 Steakhouse 导演，咱吃 Steakhouse 至少得2小时起步，赶不赶路了？还有半小时就到2天时间了，2天时间我们就已经穿越了半个美国。感觉非常有感触，然后我就觉得相较于 Cybertruck 相比啊，我觉得我们这 road trip 其实真的还好，对吧？我们也没有说频繁的要停下来2个小时就要下来冷水吹，然后车上睡也睡不踏实，所以它大又怎么样呢？这个开得快又怎样呢？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比我们要崩溃的，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一个机械的来回。留一手同志睡醒了吗？还睡呢，这不可惜了吗？你看看啊，现在咱们来到了是阿尔伯克基，他开的那段有啥风景？漆黑一片，他开了1宿夜车。我们现在正在德克萨斯州，正在穿越一段相对来说无人的区域，然后这一段高速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是没有任何的充电桩的。预计到达下一个充电桩可能只能有2%的电量。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空调、车机的音乐都关掉了。即使已经设置了最节能的模式，剩余电量还是在一路下滑。半路趴窝的危机感不断逼近，还好飞驰人生没白看。我当场零激动。呼叫保障车，我们完成超车在我们前面破破风防御。靠着和保障车的这个亲密配合，我们总算苟到了充电站。世界上最长的长度，你知道是哪里？是德克萨斯州横跨的长度。前面这一片应该就是很著名的一个剧照的景点了。拍下来照片，回头给他看。当年啊，你睡着了，没敢叫你。Say my name。
I'm not the street guy, yo. Yeah. 经过一天的追赶呢，现在应该已经超过了 Cybertruck。Cybertruck 应该是规划了一条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路线，因为他们要考虑到补能。我们现在走的地方是中部的大平原，这个地方特斯拉的超充站应该比较的稀疏。龟兔赛跑的故事再一次应验了，我们现在甚至还有时间停下来处理一下龟壳漏风的问题。昨天的时候还没有漏的感觉，今天天冷了，受不了了。我实在找不着更好的材料了，就地取材。如果大力胶解决不了，那就该上 WD-40了。好了，先这样吧。这个真的就是我心目中最标准的美国公路电影的场景。旷野，人生就是旷野。我们已经出发3500多公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 FSD 在开，没有什么续航焦虑。它对于自己的里程的预估都非常的准确，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机智。但我要每200公里充一次电，那这个充电就非常非常的熬人。算下来，2天的时间里，我们已经进站补能23次，花了快12个小时了吧？照着这个节奏，我们走到阿拉斯加都够狗拉着雪橇到佛罗里达了吧？垂死病中惊坐起，原来竟是派克风。你知道，现在我很想，特别想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开了多少公里，但我现在实在是不知道。哎，我们的里程表好了！快拿手机给我拍一张！不是为什么呀？我的里程表好了。我们整整开了大概得有2000英里了吧？他就在派克风前突然开始走字儿了。It's a miracle！ 下雪了！下雪了 ！Oh my god！ 特斯拉他们能看到这样的景色吗？我记得新墨西哥州应该是看不太到下雪哈。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有很多的可能，很多的选择。天哪，没想到选奔驰选对了。不过科罗拉多的群山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我们哼着歌闯入其中，海拔不知不觉来到2500米，一向皮实很高的奔驰竟然也开始犯老年病了。发动液漏了，发动液它漏了，是我在边角看到那一滩吗？对，是那一滩，然后从这下面漏下来的。你往这边，镜头往这边，你看，这底下这根主水管没漏，回水管也没漏。这根是这儿漏的吗？是这儿漏的。上面怎么还是德语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单词，这是最低还是最高？水位，冷水水位。它现在车热了之后到这儿，然后它回流管回流的水如果过多的话，但因为那个压力比较大，它就会从这儿嘣渗出来。走，快！Bro， 我们刚刚高速上能开到90、80，怎么在这儿只能开到25了？我的右脚现在已经都快触着地了，你看。哎，你可能会问，这台奔驰300 SD 不是涡轮柴油机吗？那按理来说上海拔爬坡应该更有优势才对啊。但问题在于，它用的是70年代的涡轮技术，增压压力只有大约0.6 bar，
那主要作用也只是为了弥补柴油机的不足，而不是为了提升性能。到了山地，空气又冷又稀，小涡轮又很难快速建立增压，自然就会体力不支。就在我们靠边停车，准备让它休息的时候，哎，这美国特色来了。来了。据说啊，前方传来消息，奔驰他们又被 pull over 了。哎，在这儿解释一下啊，这美国道路呢执法很原始，完全不依靠电子探头，纯靠警察现场逮。下到变道不打灯，上到杀人越货，只要警察怀疑你，就能把你拦下来盘查。这个行为就叫 pull over。如果你要不同的跑了，那基本上就剩2条路：一，你是截停，你的车呢能表演向后翻腾3周半。2，弹夹清空。你急性铁中毒。该，为啥呢？车是好车，但你看那俩人，像是好人吗？你看俩人加一块儿，凑1亿多个心眼。哎。No power. We found out it's level is too high. Yeah. Oh, okay. Yeah. So we're checking on. Well, do you need any help from me, or are you guys okay? We are good. Okay. We love the scenery. Okay. Thank you so much, sir. Thank you, officer. You have a good day. I like a Mustang. 就是关心偶遇热心好警察，给我手都吓抖了。虽然说这次有惊无险，但我们这台老奔驰被警察盯上已经不是第1次了。我们被警察 pull over 的原因是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华人的大案在路易斯安那州，就是引渡、偷渡、走私啊、信用卡诈骗这种啊。然后我们一辆老奔驰开得非常的慢，他就觉得我们很可疑，每辆灯黑着灯跟了3分钟，然后那个白灯哒一下爆闪，然后我们就咔就到路边上了。这该怎么办？快把开来叫起来！我们说我们要去阿拉斯加，然后那个警察他就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你到底是来干嘛的？你车上有多少的现金？你们这行李箱里都放着什么东西？”我被带上警车了，现在警察在查我们这奔驰。然后他就一个一个的挨个检查，然后查了很久，翻来覆去的看。愣货硬说我们是走私犯，开玩笑啊！哪国走私犯开这么张扬的车？也没查出来什么，最后就说放我们走吧，然后就发现这个行李箱一路都没关严。此时两车距离美加边境还有不到24小时的车程，当我们以为这将会是一个平安夜的时候，意外又来了。特斯拉，我们掉沟里了。还有100多个小时。他们这台车有特殊的历史故事，有关门。这是一次非预期进展。这玩意儿当个伏笔，过几天他们肯定用得上。只有11枪，非常不稳定。好自为之吧。加拿大真不行啊！同为北美，怎么还搞独立？Oh my goodness! I need to find someone who knows stuff. 哎，怎么到处都是冰啊？最好的方法是汽车。我们的这个挑战可能止步于此。